数字8的恋爱，数字8是被各种传说、想象包装起来的人。想靠近8的人要知道，8的真正性格80%和你想象的不一样。8必须体验人际关系里面的各种酸甜苦辣咸，喜欢上的人值不值得8付出代价就很关键了。有这种特殊价值之人，8就会非常珍惜重视。一起来看恋上换装娃娃吧，喜多川海梦与5条新菜，看看8的大胆又纯情，同时并存有多么神奇。知道灵数，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数字8的人怎么谈恋爱、看感情。你是灵数8、主题8还是喜欢8呢？秘籍来咯。数字8是被各种传说、想象包装起来的人，有点像人设，但那是大家自由想象的结果，和真正的8往往差异非常非常的大。8早已习惯这种无聊的误会而懒得解释，只要权益没受到影响，有被公平对待，就会觉得没什么好计较的，心胸很开阔吧。是缓冲地带非常宽的人，给人包容大气的感觉，加上很懂被误会的感觉，会适时帮助需要的人。要是你被数字8吸引了，请要有心理准备，8的人生奇遇会多到让你难以想象，而且8本人疯狂的程度也很不可思议哦。换句话说，要先问问自己，心脏够大颗吗？想靠近8的人要知道，8的真正性格80%和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先入为主，你会吓一跳的。8可能会做出让你没想过傻眼的事哦。再来就是发生在8身上的各种突发状况，是平常人不会发生很戏剧性的事件，像突然被球打到、走路跌一跤之类的，这种痛到飙泪的时刻，人是很难伪装本性的。觉得倒霉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生气骂脏话吧，但8会觉得又不能止痛，干嘛浪费力气？来笔记，8是很讲求公平交换的，相处互动如果没有好特别好厉害的加成效果，8会不自觉飘走的，因为行程很满呐。如果有天8感觉好像有事但都不说，却刻意做一些会惹你注意的言行举止，不知道是要让你生气还是让你傻眼，在你被逼迫到临界点前，8还会自动停下来问你的想法，观察你的反应，然后转移话题。就算你反问8，也不会认真回答你，怎么回事呢？恭喜你啦，你够特别，8才会想知道你的本性。今天来看恋上换装娃娃的女主角喜多川海梦，是难得活泼开朗的数字8代表。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吧。数字8是人际数258里面最大的数字，换句话说是高阶玩家才挑战的 BOSS 关卡。8必须体验人际关系里面的各种酸甜苦辣咸，而且会被卷入钱、资源、权责、舆论的中心，想单纯化都不行，是不是很进退两难？恋爱是人际互动中酸酸甜甜的点心，但8很清楚，甜蜜的后面还是会有苦辣咸的。看得到隐藏的代价是8的天赋能力，喜欢上的人值不值得8付出代价就很关键了。有这种特殊价值之人，8就会非常珍惜重视。一起来看恋上换装娃娃吧，看看8的大胆又纯情，同时并存有多么神奇。海梦生日3月5号等于3加5等于8，是最活泼的数字8。生日的3代表他很可爱，会让人喜欢。5意味人缘很好，和大家都能当朋友。主题8让海梦去美容院剪头发，就被星探挖掘，成了杂志的读者模特儿，薪资比打工好很多，在学校外的年轻人世界也颇有人气。海梦是漂亮、身材好、懂流行、会打扮，自己有钱买喜欢的东西，人缘还很好，夸张了吧？这一切全是女高中生的最大梦想，对吧？如果班上有这么特别的同学，肯定是众人焦点。除了羡慕，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想象吧。男主角5条新菜就觉得他是活在不同世界的人。5条家1楼是人形工坊，和爷爷2人住在2楼。爷爷是手艺非常好的女儿节娃娃师傅。
五条新菜生日3月21等于6，6是很讲求艺术美感的。第一次看到爷爷制作的人偶时，感动到不行，于是立志要继承爷爷，成为娃娃制作师。小时候被女生说男生喜欢娃娃太奇怪了，因为太冲击，让五条把梦想彻底的隐藏起来，不敢告诉任何人自己喜欢娃娃，想做娃娃。对同学喜欢的游戏、节目、艺人八卦都不感兴趣，当然很难加入话题一起讨论。久而久之，在班上就是很安静的独来独往，直到海梦超夸张的滑倒，后脑勺撞到五条的桌子。五条吓一大跳，看到一群女生和海梦在一起，很害怕会被一群人怪罪，说他没主动帮忙，反而是海梦先关心五条有没有受伤。这让怕被指责的五条当场反应不过来，不自觉地去听海梦和同学的聊天。昨天的沙龙剪发打工，有型男找海梦搭讪，因为嘲笑书包上的吊饰，被海梦秒杀。同学问放掉型男不会可惜吗？海梦说这种会嘲笑别人喜好的人不可能。放学后，同学用打工做借口，把打扫推给五条。没想到海梦也是值日生，问五条是不是被欺负了，还说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自己说出来才可以。海梦的3连发超震撼发言，让习惯性压抑的五条不自觉地去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也感慨要是有不用压抑自己的世界有多好。有天家里的缝纫机坏了，五条还是想做娃娃服。放学后去用家政教室的缝纫机时，海梦进来了。五条因为太过紧张，让娃娃从手中飞出去，本能的去抢救后，还问娃娃会不会痛。这一切全被海梦看见，而且眼神非常的犀利。当五条以为自己又要被嘲笑孤立时，海梦很兴奋地问他为什么会用缝纫机。五条说家里是厨人偶工坊，所以会用。海梦当场称赞娃娃好美，五条又被震撼了。像五条这么纤细、怕麻烦人、有职人精神的六，第一次被认同自己的喜好，其实是如释重负的，也证明海梦的八有多么大气、多么包容，和五条从小到大的同学们又有多么不一样。这时海梦突然开始脱衣服，把五条吓死了。海梦才要他背对自己，直到说可以再看。海梦穿了一件实在看不懂的黑色布料，问他这是什么，海梦说是自己做的 cos 服。五条看完原图片后说完全不一样，当场职业病发作，从布料选择、剪裁做工、缝线收边，所有的细节问题全部挑出来，发现海梦快哭了，才吓到土下座说我愿意赔偿。海梦的反应果然又和平常人不一样，不是哭着说五条好过分后趁机威胁他，反而说身边没有会裁缝的人，所以做不好，想拜托他制作 cos 服，让自己可以变身成为喜欢的故事角色，是最棒的梦想。海梦握住五条的手，很诚恳的低头拜托，让五条脑海中闪过很多东西，包括被嘲笑后隐藏梦想的自己，还有海梦直接又强大的话语，意识到自己的想法要自己说出来很重要。五条推开被握住的手，海梦以为要被拒绝的时候，他说虽然没做过人穿的衣服，但愿意尝试。海梦当场高兴得不得了，开心的又叫又跳。明明是讲八的恋爱，怎么像在讲人生大道理？毕竟数字越大，看不见的原则越多，越难搞啊！自以为受欢迎的型男，不就因为乱批评喜好，被海梦秒杀了吗？而且是彻底出局哦。对八来说，根本原则是铁律，非常重要。八知道要求别人配合自己是不大可能的事，但带着奇怪想象来主动接近八的人很多。八只好采取淘汰制，犯规的人就出局放生，把合格的留下来，再和懂的人、对的人一起工作、一起玩，直到自己发现没有对方不行。换句话说，八要确定自己恋爱了，要搞很久，去看看恋上换装娃娃的海梦就会懂了。最后讲一下数字八喜欢上别人的迹象哦。八是很在意公平交换的人，因为八很清楚人无法独自活下去，互相帮忙很重要，帮忙就是服务的交换，聊天也是讯息的交换，而最难交换的东西是知识、想法和心意。听不懂就算了，被嘲笑就是最糟糕的交换。
八就不会想和这个人交换了，会偷偷飘走的哟。相反的，要是八和你约定越来越多的事，明天的事，下个月的事，甚至是明年的事，不要怀疑，八喜欢你才会明年也想见到你呀。偏偏八为私利开口，常没好结果，所以很难告白。如果你通过考验又喜欢八，不妨主动出击哦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